糖尿病竟然有救了，而且不用吃药就能好。长期以来，第二型糖尿病都被认为是终身疾病，一旦罹患，就只能靠药物和胰岛素勉强控制血糖，无法根治。然而最新的研究和实践正在颠覆这个观念。英国有位医生亲身实践，透过调整饮食，居然让许多糖尿病患者的病情出现逆转，甚至不用再吃药。这可不是什么江湖偏方，而是有科学依据、有数据支撑的医学新突破。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普通人能不能从中受益？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把事情讲清楚。首先，我们来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糖尿病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之一。全世界约有5亿人患有糖尿病，而如果把糖尿病前期和高危人群算上，受到高血糖问题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数十亿。以中国为例，40年前糖尿病的盛行率还不到 1%， 如今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超过1%，也就是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确诊糖尿病。另外，还有超过30%以上的人口处于糖尿病前期。更可怕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不健康，糖尿病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得糖尿病的也比比皆是。如此庞大的患者群体，过去都被告知这病无法根治，只能相伴终生。难道数以亿计的患者真的终身与药为伍，眼睁睁看着病情年年恶化下去吗？其实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一个大胆的问题：第二型糖尿病到底能不能逆转？很多医生也许曾经不敢想象这种可能，但一些研究结果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疾病的本质。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第二型糖尿病是有可能被逆转的。关键就在于找出导致糖尿病的根本原因，然后对症下药。而这个药有时候并不需要药片，而是我们每天吃下去的食物。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先回顾一下糖尿病的成因。第二型糖尿病的核心问题在于胰岛素阻抗、抗胰岛素作用增强以及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衰退。通俗地说，就是身体对胰岛素这个降低血糖的激素不灵敏了，同时胰脏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也下降。这两大问题绝大多数都与内脏脂肪的堆积有关。当我们长期热量摄入过多，运动不足，脂肪不光堆在肚皮上，还会悄悄地堆进肝脏和胰脏里。想象一下，我们的胰脏就像一部引擎，而过多的脂肪就像油泥一样把引擎给堵住了。此时并不是油箱没油，血糖不缺，而是燃油无法有效送达引擎，胰脏功能受阻。许多降糖药的作用相当于把油压再提高，也就是强行刺激胰岛素分泌，或直接补充胰岛素，暂时把血糖压下来。这当然能治标，但却没解决根本问题。要让这部引擎恢复正常，只能清除掉那些堵塞的油泥，也就是把堆积在胰脏和肝脏内的脂肪减掉。饮食调整正是着力于此，透过合理的饮食让身体减脂，从源头上改善胰岛素阻抗，恢复胰脏功能，这样血糖才能真正恢复正常。明白了原理，我们再来看现实中科学家是如何验证这一点的。早在2011年，一位英国内分泌学专家，纽卡索大学的罗伊·泰勒教授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推论——双循环假说，认为第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减轻胰脏和肝脏脂肪来逆转。他随后展开了一系列临床实验。在2017年，泰勒教授领导的团队发表了一项轰动性的研究成果。在一项名为 DIRECT 大型临床试验中，将近一半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饮食减重，在1年内达到了糖尿病缓解，也就是血糖恢复正常范围，无需药物。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成功逆转的患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平均减轻了超过15公斤的体重。事实上，在该研究中，凡是体重减少超过15公斤的人，逆转率高达 86%。 这意味着只要减掉足够多的体重，大多数患者的糖尿病都能大幅好转甚至消失。这一发现震惊了医学界，因为它第一次以严谨的临床数据证明，第二型糖尿病并非不可逆转的宿命，只要抓对方法，身体是有能力自我修复的。泰勒教授这套办法的核心，用2个字概括，就是减脂。为了快速减掉内脏脂肪，他采用了一种极低热量饮食 VLCD 方案，每天仅摄取约800大卡热量，主要来源是营养配方奶昔、
非淀粉类蔬菜和水。如此剧烈的热量压缩，可以让肝脏和胰脏内的脂肪在短时间内大量被消耗掉，结果就像把胰脏上的油泥清理干净了。沉睡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开始恢复，身体重新对胰岛素做出反应。短短几周内，很多患者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就降到了正常人水平。有些参与者原本需要天天打胰岛素，但在减重成功后，胰岛素注射都停了，血糖依然维持平稳。可以说，这种方法相当于给患者的胰脏来了一次大扫除，把导致糖尿病的根源问题扫除了。不过，各位可能心里也有疑问，每天只吃800大卡，这不就是节食挨饿吗？一般人扛得住吗？确实，泰勒教授的极低热量饮食非常严苛，一般人很难长期坚持，而且必须在专业医生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毕竟一下子把热量降到正常人的1/3甚至更少，对身体是极大的挑战，过程中可能出现营养不良、代谢改变等状况。所以这种方法通常只建议短期实施，用来启动糖尿病的逆转过程，就像一剂强力的催化。等减重成功，血糖恢复正常之后，再逐渐回升热量到较平衡的水平，改为长期健康饮食来维持效果。也有人会问，是不是只有外国人体质才能用这招，我们东方人不适用？事实上，中国也有医学团队在尝试类似的策略。例如，《中华糖尿病杂志》在2022年发布的《中国2型糖尿病个体化营养治疗共识》中就指出，透过合理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增加膳食纤维，优化脂肪酸种类等饮食手段，可以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发展，甚至使部分患者的病情缓解。虽然普通人不一定要照抄泰勒教授那种全奶西餐的极端做法，但他的研究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透过减肥减脂，糖尿病有机会逆转。关键就是越早介入越好，特别是发病5年以内，尚有一定胰岛功能，而且体重超标的患者，越早透过饮食控制体重，就越有希望让胰岛恢复活力，把病情拉回头。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英国医生的故事。如果说泰勒教授是实验室和临床试验的大将，那么这位医生则是在第一线诊间用饮食疗法替病人治病的实战派英雄。他就是英国的一名家庭医生大卫·安文。安文医生行医多年，他的诊所管理着上百名糖尿病患者。面对那些血糖居高不下、要越吃越多的患者，他不满足于传统的治疗手段，决心尝试新的方法。从2013年前后开始，安文医生在他的患者中推行一种低碳水化合物饮食疗法。简单来说，就是控制淀粉和糖分摄入，改吃天然的高纤维食物。他鼓励患者尽量吃绿叶蔬菜、菇类等各种蔬菜，还有适量的未经加工的瘦肉、禽肉、鱼、蛋和乳制品，以及坚果、种子、莓果等。相反地，要严格少吃精致淀粉和高糖食物，包括白米饭、面条、面包、糖果甜点、含糖饮料等等。听起来有点像常说的生酮饮食或减糖饮食，但安文医生并不极端强调完全不吃碳水，而是强调选择好的碳水来源和总量控制，比如用花椰菜、豆类等部分替代主食，用坚果和水果替代饼干、蛋糕当零食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远离精制糖和淀粉，回归天然简单的食物。这样的饮食方案究竟效果如何呢？安文医生足足追踪了他的患者12年之久，把数据认真记录下来，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在未使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有1半以上的患者实现了糖尿病的缓解。所谓缓解，指的就是血糖恢复到正常范围，不需要靠药物控制。此外，还有相当多患者虽然没完全停药，但药量大幅减少，血糖控制明显改善。整体来说，97%的患者透过饮食调整血糖得到了显著改善。更令人振奋的是，对于那些病程较短的人，成效尤其惊人。那些患病不满1年的新病人，有高达77%的人在这种饮食下达到了糖尿病缓解。这几乎可以说是将近80%的新发糖尿病被饮食硬生生吃回去了。除了血糖指标的好转，患者们的其他健康指标也随之改善。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平均减重约10公斤，
约等于减去了10几公分腰围的脂肪，许多人的血压、血脂也下降到正常范围。要知道，第2型糖尿病患者通常同时伴随肥胖和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称为代谢症候群。透过这种饮食调整，相当于同时对付了多种健康隐患，可谓一举多得。安文医生的病人里，有一位名叫萨利的女士，她的故事尤其具有代表性。萨利从年轻时就体重超标，后来又患上糖尿病，整整20年来每天都离不开药物控制血糖，同时还要服用降血压、调血脂的药物，可谓浑身是病。加入饮食计划后，萨利一开始也怀疑仅靠改变吃饭真的能管用吗？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严格按照安文医生的建议改变了饮食习惯。几个月下来，他居然减掉了20公斤的体重。更让他和医生惊喜的是，随着体重下降和饮食调整，他的血糖稳定下来，原本需要天天服用的5种药物逐渐停用了。20年来第一次，他的血糖在没吃药的情况下正常了，人也前所未有地感到精力充沛。萨利激动地形容自己是重获新生，庞佛回到了多年未曾体验的健康状态。安文医生的成果不仅造福了他的病人，也引起了英国乃至全球医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权威的英国医学杂志上，震动了许多过去对饮食疗法持怀疑态度的专家。这项突破性成果挑战了传统医学对于第2型糖尿病、不可逆慢性病的刻板认知，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通过饮食这种非药物手段也可以有效对抗糖尿病。事实上，安文医生的诊所因为患者健康状况普遍改善，开药越来越少。据统计，还为英国公立医疗体系 NHS 节省了超过37万英镑的医疗开支。想想看，如果这种模式能推广开来，对整个社会医疗成本的节约将是极为可观的。那么，安文医生所倡导的低碳水、高纤维天然饮食，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呢？其实道理并不难懂。一方面，精致碳水化合物和高糖食物正是血糖飙升的元凶。我们平常吃的白米、白面、甜饮料和甜点，消化吸收得很快，餐后血糖一下子就冲得很高，身体只好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应对。长期如此，胰岛素作用变得迟钝，胰岛贝塔细胞也被过度刺激而衰老，糖尿病就找上门来。而安文医生的饮食方案中，大幅削减了这些血糖炸弹般的精制糖和淀粉，同时增加了蔬菜、坚果、鱼肉这些低升糖指数且富含纤维和蛋白质的食物。餐后血糖不再大起大落，胰岛素分泌也更平稳，胰岛细胞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胰岛素阻抗随之改善。此外，低碳水饮食往往也是低热量的青菜和瘦肉的，热量密度本就比米饭、面包低，患者自然而然就减重了。而减重本身对糖尿病的好处非常关键，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减掉内脏脂肪就等于卸掉了导致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因此，低碳高纤饮食其实是通过稳定血糖和减轻体重2条路径，同时在对抗糖尿病。难怪安文医生的患者们会有那么高的逆转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低碳饮食疗法显示出巨大潜力，但并非人人适用。一些糖尿病专家对于长期严格低碳水饮食的安全性还持观望态度，他们担心长时间几乎不吃主食可能导致营养摄取不均衡，特别是某些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可能摄入不足。还有的人可能会因为摄取大量脂肪而增加心血管风险。目前医学界呼吁对低碳饮食的长期效果和安全性进行更多研究。另外，对于已经病程很长、胰岛功能严重受损或已有多种并发症的患者而言，单靠饮食恐怕难以完全取代药物治疗。这些患者的胰岛贝塔细胞可能已不可逆地损毁了一部分，即使血糖降下来，胰岛素分泌能力也不见得恢复。因此，我们绝不能把饮食疗法神化为包治百病的万能丹。糖尿病的逆转有它的时间窗。一般来说，发病时间越短，越年轻的患者透过生活方式改变实现缓解的几率就越高。相反，病史超过6年以上的人，要逆转就难得多。而且有些患者胰脏受损太严重，即便瘦下来血糖也不一定恢复正常。还有，
第一型糖尿病由于是自身免疫破坏胰岛所致，目前仍然需要胰岛素治疗，并不在这种饮食逆转范围内。同样地，妊娠糖尿病等特殊类型也不能仅靠节食来解决。所以大家在了解这些新知的同时，一定要对自己的病情有清晰的认识，不能盲目照搬他人的方法，一切改变都最好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聊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英国2位医生通过2种截然不同的饮食策略逆转糖尿病的故事。一种是泰勒教授的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脂，如同断食疗法；另一种是安文医生的低碳水化合物饮食，透过控制糖分淀粉来稳定血糖和减重。那么除了这2条路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饮食方法也被证明对糖尿病有显著益处呢？答案是有的。例如，最近营养学领域兴起了一种被称为35921黄金饮食法的原则，据称对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非常有效，被一些专家认为有助于逆转前期糖尿病，稳定已患糖尿病者的血糖。什么是35921？乍看像个密码，其实每个数字代表了一条饮食规则。3是指每天3餐定时定量，不随意吃零食。规律的3餐可以避免整日不停进食，因为每吃一次东西，胰岛素就要分泌一次。如果饮食没完没了，胰岛素就一直居高不下，久而久之容易产生胰岛素阻抗。第二个数字5代表2餐之间至少间隔5小时，这和3餐定时其实相关联，也是强调给胰岛素充分的时间降到基础值。当我们饭后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也增加，来降糖。大约几小时后血糖降下去，胰岛素水平才能回落。如果我们3不5时嘴巴不停，胰岛素就一直降不下来，长期如此，胰岛细胞得不到休息，敏感度就下降。所以保持餐与餐有足够的间隔，其实是给胰岛创造休息和恢复的时间。接下来9表示晚上9点后不进食。很多人习惯了宵夜或者睡前加餐，但夜晚代谢率低，脏器需要休养，如果太晚进食，容易造成夜间血糖飙高，多余的能量也更倾向于转化为脂肪囤积。所以营养师建议9点以后就让肠胃和胰岛素都休息，到隔天早上再进餐，这样也相当于每天有至少10几个小时的小段间歇性断食时间，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然后2代表每天至少喝2公升，充足的水分有助于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还能增加饱足感，防止误把口渴当饥饿乱吃东西。最后1则是指每餐可以吃1份水果，拳头大小。很多人以为糖尿病不能吃水果，其实适量水果提供的果糖并不至于大幅波动血糖，反而水果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对健康有益。但水果含糖再低也是糖分，所以控制每餐1份，小拳头大小即可，不可贪多。35921饮食法还强调一个吃饭的顺序，先吃蛋白质和蔬菜，再吃碳水主食，这也是一个小诀窍。为什么要调整顺序呢？原来蛋白质和蔬菜进入胃里后，纤维和蛋白质会形成一个垫子，可以延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换句话说，如果空腹先吃饭、面这些淀粉，葡萄糖很快就涌进血液，血糖瞬间飙升。但如果先吃菜和肉，胃排空速度变慢，后续吃进来的饭面会慢慢被消化，血糖上升的幅度和速度都会减缓。同时，蛋白质的摄入还会刺激肠道释放饱足激素，让人比较不容易觉得饿，可以少吃一点碳水。所以这个餐序调整配合前面的35921时间规律，实际效果就是一方面挡住血糖猛冲上去，另一方面让胰岛素降下来充分休息。长期坚持下来，有助于减少胰岛素阻抗，减少肝脏和内脏脂肪堆积，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对糖尿病前期的人，这套方法可能让他们不再继续恶化。对已经是糖尿病的人，配合医生治疗，血糖控制也会变得容易得多。有营养专家引用临床观察指出，一些患者按照这种方法实践数月，不仅血糖曲线平稳下来，体重也大幅下降，有的人4个月瘦了17公斤，成功缓解了脂肪肝，整体代谢状况明显改善。可见饮食的规律与顺序看似细节，
却可能是影响病情走向的关键。也许有人会想，低热量饮食也好，低碳水饮食也罢，或者这个35921黄金法则听起来各有道理，但其实都围绕着几个共同点：控制总热量、控制血糖波动和减轻体重。是的，这正是目前营养学界和糖尿病专家们最核心的共识。具体选择哪种饮食方案，其实可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没有哪一种神奇食谱适合所有人。比如有的人无法忍受挨饿，就不适合 VLCD 极低热量方案；有的人平时主食比例本来就不高，硬要他进行严格生酮饮食，可能意义也不大。重点是找到自己能长期坚持的健康饮食模式。饮食调整不是为了短期搏一把，而是为了长期把血糖维持在正常。太过极端的做法往往难以持久，而且可能带来其他健康隐患。比如有的人盲目绝对不吃碳水，结果搞得营养不良、情绪烦躁，甚至发生酮酸中毒，那就得不偿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循序渐进，逐步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一旦找到平衡点，就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能同时配合增加运动就更好了。规律运动本身也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血糖，两相结合，效果最佳。听到这里，也许您会觉得有点压力，改变习惯哪有那么容易啊？确实，改变多年养成的饮食和生活方式非常不容易。很多患者在诊间信誓旦旦说要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但回去后往往管不住嘴，迈不开腿，过一阵子又回到老样子。有些人甚至会心存侥幸，去相信那些网络流传的降血糖秘方，吃一些来路不明的偏方，结果往往血糖纹风不动，还可能影响正规治疗。所以我们谈饮食逆转糖尿病，绝不是说叫大家马上把药丢掉，靠意志力硬扛。最稳妥的做法是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改善双管齐下，先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把血糖稳定住，同时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结构，培养运动习惯。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体重减轻，血糖控制得越来越好，医生自然会酌情减少药量，甚至停药。就算一时无法停药，只要生活方式改善了，我们的身体内环境也会好转，后续配合药物治疗，并发症风险也会大大降低。所以心态上，我们既要相信饮食的力量，同时也不要排斥医生给予的药物协助，两条腿走路才是稳妥之道。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案例告诉我们一件事：第二型糖尿病并非不可改变的命运，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患者来说，透过科学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干预，他们完全有机会摘掉糖尿病这顶帽子，重拾健康人生。过去的100年里，我们对抗糖尿病主要仰赖药物和医疗技术，而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其实餐桌上就拥有强大的药力。美国糖尿病协会近年也逐渐改变态度，开始承认低碳水饮食等非传统营养疗法在控糖方面的效果，提出应该给予患者更多饮食干预的支持。英国的医疗体系更是率先行动，把糖尿病饮食减重计划纳入了国家指南。可以预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医生和患者意识到，也许一颗药丸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把生菜加一块瘦肉却可以做到。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即使没有糖尿病，也应该从这些经验中得到启发，别等到得了糖尿病才后悔莫及，不如现在就开始改变。现代人的饮食充斥过多的精制糖和油脂，再加上久坐少动，难怪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疾病会年年攀升。其实只要稍微调整饭菜健康一点，活动多一点，我们就有机会远离这些文明病的威胁。尤其当你出现了餐后容易犯困、常觉疲劳，或者腰围超标、体重节节上升，又或者家族中有人有糖尿病史，再加上血压血脂不太正常，这些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信号，千万别忽视。现在开始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还来得及。最后想说的是，糖尿病不是魔咒，只要找对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改写自己的健康剧本。英国医生用饮食逆转糖尿病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也许我们无法复制那些极端的案例，但我们可以从今天起迈出一小步，少一点糖，多一点菜，少一点油腻，多一点运动。别小看这些改变，长期坚持下去，就可能换来血糖的稳定甚至逆转。
换来延年益寿的惊喜。当然，任何重大改变前，请咨询专业医生，制定适合自己的计划。当医学的最新证据为我们亮起一盏明灯时，剩下的就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行动。愿每一位糖尿病患者都能掌握主导权，用合理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去战胜病魔。也愿更多潜在的患者在疾病发生前就逆转命运的航向。用一句话来总结，糖尿病并非绝对不可逆，只要抓住时机，用对方法，坚持下去，我们的身体远比想象中更有自我修复的力量，而这力量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餐桌上。现在就让我们善用这股力量，为自己的健康加油。